Hello，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天是我们的10万订阅特别计划，快问快答77题观众提问。首先要很感谢大家，我们总算突破10万订阅了呢，还拿到了奖牌。那因为距离我们上次做 Q&A 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欢欢呢就透过 IG 跟 YouTube 的社群搜集了一些大家的提问。那等等我就会来给大家回答。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题，今年贵庚？27岁。第二题，什么星座血型？我生是6月1日，双子座，然后 B 型。第三题，志奇是哪个大学的？成大都市计划学系毕业的。4，早餐都吃什么？我几乎不吃早餐的，那我大多时候呢，一天只会吃一餐，然后会在下午大概2到3点的时候去吃。5，你是不是 gay？ 不是。第6题，为什么会想当 YouTuber？ 其实我没有特别想当啊，这真的是我人生的意外。那为了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才跳下来做的。那晚点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我会继续跟大家聊聊要解决什么问题。那我想一定会有。7，请问你是富二代吗？我家人的确在创业的路上给过我一些帮助，但如果深究大家对富二代的想象，那我想我应该不能算是。8题，能专门出一题专题来教我们怎么变魔术吗？好，等我。第9题，如果以后订阅数增加了，那会改变影片的内容，像 YouTube 演算法低头吗？像阿滴那样？我不太确定为什么要举阿滴作为例子啊，但我觉得在 YouTube 平台创作影片，你就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低头，那不需要等到订阅数增加才开始哦。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为了关键字啊、时事、点击率等等的呢，去调整我们的内容。但不管怎么调整，我想大家可以相信我们我们都仍然会保有推广社会议题的讨论的这个目标的。第10题，七七喜欢自己的脚趾吗？我好像找不到喜欢或不喜欢他的理由，那有谁可以留言你的理由吗？第11题，志奇的哥哥为什么那么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从小我就是一直在帮别人送情书给他呢，我想上帝就是不公平的哦。第12题，每天的工时是多久呢？这真的蛮久的，那这个是我上个月某周的行事历，我给大家看看。那我每个月的工时呢，大概在250到300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没有假日，然后每天工作8到10小时。第13题，未来有机会跟更多其他的 YouTuber 合作吗？有的话，最想要跟谁合作？有吧，我蛮想要跟啾啾鞋啊、呱吉还有台客剧场合作的。那但我想必须等到77时事的这个节目现在稳固一点点，然后又有适当的企划的时候，再来好好问问他们。第14题，没有什么想问的，但 Q&A 的时候，莎莎可以穿黑色以外的衣服吗？好。有哪些订阅人数很少但内容超棒，你觉得不推真的很对不起自己的 YouTuber 吗？我一直以为你忘了10万 Q&A， 以为你还要等到177777。如果说是要订阅人数很少的话，那我会推乔瑟夫就是搞笑，那干话程度堪比高频男子团体。第16题，为什么会想以这种时事议题探讨的风格来做影片？这是因为这是我们擅长、有热情、能长期持续做下去，而且别人不好复制的主题。17，您好，这是默默观看的观众之一，很好奇是什么动力或契机让你们愿意花如此多的心思去创建并且经营这个频道，一直觉得能做到如此紧密上传影片且内容有条有理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然后不考虑改用一下其他浏览器吗？ Chrome 啊、火狐跟 Opera 都很好用的。从创业以来，我们就一直很在意社会回馈这件事情，所以过去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专案，像是指责受害者的动画、全能古迹烧毁王、海废图鉴等等。而想要做这个频道，除了商业上的考量之外，有蛮大的内在动机是来自于我们很想去解决一些过去推广社会议题所遇到的问题，那包含了阐述速度不够快啊，受众不够年轻，以及内容无法累积这3点。而透过 YouTube 的日更和其他 YouTube 的合作，与这个平台的长尾特性，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也因此就投入下来做了。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内容想象成是一个又一个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可以协助大家开启社会议题的讨论。那这听起来有点八股啦，但社会议题的讨论真的蛮重要的。那我们需要讨论，我们才能推动社会慢慢的往我们理想的方向前进。最后感谢你的推荐，我现在已经开始使用 Chrome 了。18，有没有打算播报更多的国际新闻？有，但国际新闻的资料收集啊跟撰写都比较难一些，会有成本跟时程上的问题，可能得等到有在赚钱的时候吧。19，有想要改变日更的形式吗？有啊，日更其实真的蛮累的，那好几次都要放弃。但目前我们因为一些原因，所以还是会试着维持吧。20，制作一段影片从选题、研究、撰稿、拍片的流程是怎样？哪一段最辛苦呢？你好像已经把流程讲完了，就是选题、研究、撰稿、拍片，顶多后面加个剪辑而已。那我自己觉得最辛苦的应该是研究、撰稿跟剪辑吧，而且这也是没有团队的大家做不到的事。所以请大家，如果你看到好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留言给他们一个掌声。21，可以公布频道收益吗？每天更新又有视频话题性，很想要知道。不可以，但到现在都还是一直在赔钱啊、烧钱啊。那这个赔了很多好。那我常常在想，要是我的脂肪也能烧得这么快就好了。
22，你们这样的收入够稳定吗？就是光 YouTube 的点阅率那些可以支撑起整个团队吗？很担心以后看不到这么优质的内容。稳定啊，稳定赔钱。那大家如果希望看到我们能够活下去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做法是能够帮到我们的。第一个是尽量看我们的影片跟广告。第二个是多多分享我们的频道给朋友，描述你从看我们频道所得到的这些价值，然后给他们一个订阅的理由。第三个呢，就是点击下方的这个加入按钮，每个月75元来成为我们的会员。小小的75元集结起来，真的能够产生很巨大的力量，而且同时你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回馈。那请相信我们，你的这笔钱绝对不会被浪费，它会成为推动这个社会改变的一个重要力量。第23题，请问这里77团队会在真人吗？目前没有考虑哦，那有的话一定会再公布的。24，想问为什么会使用7这个数字当做中心点呢？这纯粹只是因为每周7天，每天7点，每次7分钟这个口号而已。那觉得用起来很顺，然后也好记忆，就一直用下去了。25，为什么每集的结尾投票不在右上方资讯卡投票呢？这是因为我们想要大家多留一点言，也希望大家多看留言，所以我们就没有用资讯卡。第26，你会看到我的问题吗？会。27，喜欢的漫画，我很喜欢《风之谷》《惊爆危机》《傀儡马戏团》跟《勇者赫鲁库》。28，77是学霸吗？不算吧。29，志奇你好，恭喜你们10万订阅，请问志奇有交过女朋友吗？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做关于恋爱方面的议题。那祝志奇77的团队们工作顺利 ，fighting。有啊。那恋爱的议题好像不好讲啦，但我会想看。30，志奇到底交过几个女朋友啊？31，几岁学会第一次爱自己？科科，契机又是什么？忘了国二吧，好像就是想说啊，可以来试试看，然后就试了，没有想太多。32，想请问当初是谁主动联络小英总统一起合作的呢？是总统府邀请你们，还是你们主动邀请总统府呢？是总统府邀请我们的。33，真的看到猫英总统本人合作拍影片的心得是什么呢？其实因为我本来就已经认识他了，但能够这样子合作跟跑到总统家去拍影片，实在是我没有想到的。那简单来讲就是很兴奋吧。那此外我也是觉得蛮惜福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很幸运。34，为什么志奇会认识那些政坛大咖？志奇是透过什么管道认识他们的？这没有什么特别管道大多数呢都是工作认识的。那其实坦白讲，愿意碰政治的人其实不多，能把政策沟通做得好的也不多。所以不管哪个政党遇到他们真的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来问问我们的意见。而因为我们真的还蛮专业的，所以就这样子认识越来越多人了。第35题，你是不是死律师？我讲哦，当然不是。我也做过很多针对绿营的议题那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好吗？毕竟这种二元对立，政治立场更像是一种光谱，而且在不同的议题上面呢，也会有不同的光谱，既是非线性的，也是非平面的。那事实上，我也认识马英九啊、金溥聪、郝龙斌、张善政啊、叶鹏这些国民党啊相应的大咖，以及其他政党或是你想象不到的人。所以这样我是蓝区绿色杂种吗？我常常看到这样的留言时呢，都会想说，哇，那如果我今天邀了前面随便一个人来，是不是又有别人要来骂我了呢？政治需要冲突，也需要合作。那作为一个提出来的第三方，比起对立，我们更在意如何跟各方保持相应的关系，来推动社会往我们理想的方向前进。36，志奇高中好像玩其他玩得很不错，那现在还会花时间在这一题上吗？现在真的是没有时间了，那希望哪天可以抓回来谈。像一颗射气的皮球，懒洋洋待在原地不动，什么也不想说，少了点什么。37，有考虑像阿滴一样开始做一些娱乐内容的东西吗？感觉蛮有趣的，或是像伯恩一样做一个节目？会但我们目前还不太熟悉要如何做出来，所以要请再稍等我们一下下。38，喜欢谁的歌？平常都听什么？我自己蛮喜欢蛋堡、陈星汉跟宇宙人的。39，志奇是真的白头发很多，还是灯光打太强？是真的白头发很多。40，你最喜欢哪一个国家？为什么？台湾啊，因为这是我家。41，你最多一天拍几集？通常一天拍几集？时事新闻是不是代表7天没有休假？最多一天拍4集吧，那这样声音才不会少瞎。大部分呢都是2天拍3集左右，那也还是有休假，但的确就是比较忙。42，有在接业配吗？Congratulations。有啊，我们除了有在协助政府进行很多政策沟通之外呢，也有在帮品牌置入所以快来找我们做业配，就志奇。43，志奇你好，那请问图文不符或简讯设计未来还有机会征才吗？每周看新闻回顾都看得很开心，有没有想要扩大新闻相关的事业呢？谢谢。今年应该是会再征一些人但详细会有什么还没有很确定，那请大家自己锁定我们的粉专，我们都会公告的。那新闻相关的事业目前除了这个频道之外，没有特别想要扩张，因为真的太花钱了。44，想要看志奇的办公室。好啊，那
我们照几张照片，大家去看看好。那门口进来后呢，就是一个大吧台，然后分别是动画部、社群行销部、互动网页部、线上课程部，然后营运部、YouTube 部，而这边呢是休息区跟会议室，然后还有很多的厕所，其实蛮简单的啦，我们没有做很重度的装潢。45，为什么你的 IG 排版都那么漂亮？跟阿迪学的啊。此外呢，毕竟我们也是做设计的嘛。46，这集怎么保持对工作的热忱或调试呢？我觉得关键是你可能要随时提醒自己的目标在哪吧。那此外啊，一开始就不要想太美，没有期待就真的不会有伤害。47，要在哪里才能巧遇到志祺呢？我每周都一定会去安利美特、地下街还有光华闲晃，也很常在那边被认出来。就有点宅，然后我每周也都一定会到伯恩夜夜秀那边。48，最近做过最可爱的梦，我昨天刚好梦到我买了一只很大的王虫模型，然后觉得很幸福。50，志祺好帅。51，为什么志祺那么浓？52，啥时上伯恩夜夜秀？昨天。53，可不可以详细介绍常出现的员工？好，轰天雷他是共创办人，然后总编，嘴很贱，但其实人蛮好的，然后看起来很理性，但其实我觉得他是最感性的一个人。然后李佑呢，他是就是性哲学大师嘛，很喜欢讲干话，然后抽象思考的能力非常的好。欢欢他是环保小尖兵，然后现在是公司的工具人。那进来以后呢，好像变胖了，做事很细心，然后会想得蛮全面的。那嘉瑜呢，他除了是企划之外，也兼了客户经理，充满了正能量，但真的很强。土龙他是时日企划的扛把子，蛮多很细腻但是很尖锐的一些观点，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觉得他蛮厉害。杨洋他也是时日企划，他是历史的大大，报告的时候呢会瞬间切换他的人格，然后变得很有气势，很有趣。那 Pookie 他是我们的剪辑师，做事很靠得住，然后剪辑是一个很繁杂的工作，但他总是很有耐心，一点一点的把影片做好，蛮谢谢他的，很爱他。54，有什么想做却不能做的事吗？我自己其实蛮想要去日本读书的，那花个可能2到3年的时间，一次把日文啊跟英文都搞好，但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55，想知道你创业的心路历程。哇，这个会超级长的，那我们可能可以找个时间来做这一集。但你想要听什么面向的呢？我或许可以试着来整理一下。56，看到恶意攻击的留言都是怎么面对的？好问题坦白讲，我现在都还没有学会哦。那大多数的时候，我看到时还是会蛮难过的，但我会试着在当天就跟自己和解。那我最常做的举动呢，就是看看他的文字啊，厘清一下他想要传递的讯息，然后分成有情绪啊、没情绪、有建设性、没建设性的4个区块，然后专注在有建设性的部分，然后学习跟改进。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会骂，就是因为他在意，所以我会尽量吸收成长。毕竟爱的相反不是恨，而是冷漠嘛。57，听说很多创业家都很辛苦，甚至没有休假，志祺也是这样子吗？是啊。那前面我有提过我的行事历嘛，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就是真的是蛮累的。58，有没有考虑办见面会呢？会有人想要跟我见面吗？这其实有点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我没有想过。但我蛮常到处去演讲的，或许也算是见面会吗？59，为什么现在才10万订阅？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吧。只能继续加油。60，志祺为什么不穿其他颜色的衣服？这蛮好笑的。我从9月1号呢到现在，每天都穿黑的。那一开始只是因为我参加了 Google YouTube 的一个活动，然后想说穿的很有设计师的样子打扮好了。后来呢就觉得，每天穿黑色好像不用动脑，然后又很有识别度，所以就一直穿到现在了。或许等我瘦下来，我就可能会穿其他颜色吧。其实我自己是蛮爱打扮。61，刘海要不要剪短一下？不要。这样比较安全感。62，志祺有进去过台北虎之穴的布幕后面吗？你是说那个卖18禁同人本的地方对不对？有，但是我其实没有买过，我不是特别喜欢。63，最喜欢今年新一代的哪个部分？分区吧，我觉得比以前好很多。64，今天晚餐吃什么？我好饿，有推荐吗？我蛮爱吃火鸡肉饭的，所以你可以去找火鸡肉饭来吃。第65题，你究竟有几条3载一生？大概可能10条左右吧。66，在频道创立之初有没有估计1年的订阅数大概是多少？原本我大概是希望15到18万，那好像差不多，但做 YouTube 真的是比想象中难很多很多的。67，高雄什么时候发财？这个我请经发局长说明哦。68，自营区具体要什么，请尊重我们的专业分工。第69题，生活圈会有些价值观差很多的朋友，有时候真的装不了接受他们的想法，也和蔼不起来，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在还没有学会沟通技巧跟有沟通的情绪之前，就先不用强逼自己要去跟他们沟通或当好朋友，因为这样子很不健康。而你也可能会因为无法改变而感到气馁或者愤怒，那这对长期的沟通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会削弱你未来的沟通动机。所以我的建议是保持距离吧，你就不要逼自己。70，总算来到70了。遇到不理性的酸民，志祺生气过吗？生气过啊，以前很长啦，那现在好一些，但还是会。那我生气的话呢，就可能会跑去外面走走，看些阿宅的东西，有时候就会好多了。71，会担心台湾明年的局势吗？一定会啊。
台湾加油。72，不知道该问什么，但我好想问个什么，请问我该问什么？第73题，单纯告白行吗？77，我爱你，爱爱爱，我是你的粉丝，谢谢你，我也爱你哦。74，拜托情圣教追女哦，要讲技巧的话，我觉得追女生很复杂，不太可能就这样讲完。但我觉得，关键是你要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有价值，然后发光发热的人，让别人自然而然的想要跟你接触啊、认识，然后把被动化为主动，把目光拉回到自己的身上。你要去改变自己，这才是大招中的大招哦。75，太 IE 了 ，www。志祺如何让影片上下的形象差这么多？你是指我在影片上面看起来很震惊，但现实中其实是个智障、很搞笑的这件事情吗？就是因为我伸缩自如啊。76，每天都能有高品质影片的方法是什么呢？太厉害了！我觉得关键是你要有团队跟一群厉害的伙伴，那个伙伴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有人会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但我觉得这其实不太对，因为现在是一个不管你想要走得快啊还是远，都需要一群人的时代，因为事情真的变得太快太复杂，我们要打团战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77，志祺可以露脚趾吗？我原本想说，就是应该没有脚趾题，结果还是有，不行。好的，那总算打完了，那真的很感谢大家的陪伴，才让我们有机会突破10万订阅的这个重要门槛。那希望未来呢，我们还是能够继续走下去，为大家带来更多的重要议题的讨论。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换放，持续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频道。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更多的影片，然后当然也不要下 logo 订阅我们频道。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拜拜！快来找我们做业配，就秀志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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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